我5年给女儿介绍了300个男朋友，可她都不要。走，这才是我的灵魂伴侣。林小小，你是认真的？我看你是真的饿了，比真金还真。你要是不同意，我就跟建业私奔。为了让我同意，他还闹绝食，我怎么劝都没用。我千算万算，没算到自己精心富养了23年的女儿会变成一个无可救药的顶级恋爱脑。不过我才48岁，保养得当，大号养废了，再养一个小号也来得及。妈，介绍一下，这是周建业，前300个相亲对象加起来都不及建业一根头发丝。我这辈子非他不嫁。顾总，我与小小是灵魂共鸣，世俗的门第观念，在我们眼里不过是过眼云烟。周先生，听说你是个自由职业者，具体是做什么的？建业是诗人，他写的诗可有深度了。妈，你那种满脑子都是铜臭味的人是不会懂的。那请问周诗人，你上个月的稿费收入是多少？交完房租，供完你儿子上学，还能剩下多少钱请我女儿吃一顿她最爱的法国菜？顾总，钱财乃身外之物，小小跟我在一起，图的是我的情绪价值，这些是那些只知道赚钱的臭男人给不了的。建业每天早上都会给我煮手磨咖啡，会在下雨天给我写诗，会把剥好的虾仁喂到我嘴里。妈，你嫁给钱过了半辈子，你根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可惜啊，这周建业要的哪是真爱？从进门开始，他的目光就在我这栋别墅里来回扫视，甚至在看到客厅那幅真迹时，喉结不自觉地滚了一滚。小小，我最后问你一次，你是认真的？当然。小小，不要为了我跟你母亲吵架，如果让你为难的话，那我宁愿退出。不，建业，没有钱又怎么样？我没有爱。林小小的爱让他有了底气，他觉得自己能通过林小小拿捏我。林小小仗着自己是我唯一的孩子，以为我拿他没办法。你的各项指标都恢复得很好，我成全他们，只要保持定期复查就可以了。作为母亲，我全力支持。王妈，把小姐的车钥匙拿过来，顺便通知财务，把林小小名下的那张副卡冻结。妈，你什么意思？意思很简单，既然你觉得我的钱影响了你和周诗人的纯洁爱情，那妈妈帮你收回。顾总，您这没必要对孩子这么绝吧？怎么会呢，周先生，我是在帮你们啊。顾海平，谁稀罕你的臭钱？建业，我们走，等我们创业成功了，我要让你承认你错了。顾总，小姐从小娇生惯养，这出去了万一吃亏怎么办？那个周建业一看就不是个安分的。吃亏？这是他自己选的，通知下去，任何人不准私下资助他1分钱。我倒要看看没有钱的灵魂伴侣能坚持几个月。喂，陈医生吗？我是顾海平，帮我预约明天的全套身体检查。我打算做试管，生个2胎。第2天一早，我准时出现在了本市最顶级的私立医学中心。说实话，您的子宫条件极好，这得益于您常年规律的锻炼，您的身体机能看起来最多35岁。既然大号练废了，我就重新练个小号。没有豪车大宅，只有一碗他亲手下的面，却装满了全世界最纯粹的爱。顾总，大小姐走的时候只带了2个行李箱，根据她微信支付的账单，她在城中村租了一套月租1200的房子。知道了。果不其然，在林潇潇搬出去的第20天，她终于忍不住主动回了家。妈，我今天回来不是跟你低头的，我是拿我的东西。这房子哪样是你的？顾总，瞧您说的，母女哪有隔夜仇啊？小小这孩子脾气倔，这几天在外面也吃了不少苦，天天念叨着您身体不好。这不，我特意陪他回来看看您。是吗？小小身上的名牌包已经不顶饭吃了。顾总，您误会我了，我周建业虽然穷，但养活小小的骨气还是有的。但是小小毕竟是您唯一的亲生骨肉，您也别和他赌气了。我听不懂周先生在说什么。顾海平，你
你少在这里装蒜！我同学都在私立医院看到你了，你居然去咨询做试管2胎！你今年都48了，你为了逼我跟建业分手，居然用这种手段来恶心我！看着面前的女儿，我突然觉得无比滑稽。在她的认知里，我这个做母亲的都必须围着她转。林小小，你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我是为了我这资产能有一个智商正常的继承人。顾总，您这决定未免太草率了。高龄产妇有多危险，您不知道吗？而且潇潇已经长大了，您这样做置她于何地？您这是自私！自私！周建业，注意你的身份。你有什么资格在我的客厅里跟我谈我资产的继承权？我的钱，我想给谁就给谁。林潇潇既然选择了伟大的爱情，那她的继承权就已经跟着她的保时捷钥匙一起被她亲手扔掉了。听懂了吗，林潇潇？听懂了就带着你的男人滚出我的家。好，顾海平，你别后悔。建业，我们走，等他沦为笑柄的时候，我看他去哪儿哭。就在今天早上，陈院长告诉我，第一批培育的胚胎非常成功，下周就可以安排植入。顾总，恭喜您，非常顺利。我看着报告单，心里悬着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顾总，前3个月是关键期，心情也一定要保持愉悦，千万不能操劳动怒。放心，我心里有数。顾总，昨天晚上大小姐把她18岁的成人礼那只5万多的手镯卖了，换了2万块现金。因为周航过生日，闹着要一双2000块的限量版球鞋。不撞南墙不回头，随他去。另外，周建业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了您怀孕的消息，他现在非常恐慌。林小小，我告诉你，你妈怀孕了，是真的怀了，胚胎已经着床了。不可能，我妈都48了，她疯了吗？她一定是故意做戏给我看，想逼我离开你。做戏？她开餐馆能开到全国连锁，她会拿这种事开玩笑？等她肚子里那个孩子生出来，这顾氏集团还能有你的位置吗？到时候你、我还有儿子都得去大街上讨饭。就算没有我妈的钱，我们不是还有爱情吗？你以前说过友情饮水饱。饱个屁！小小，对不起，是我太着急了，我是在心疼你啊。看到你为了我手镯都卖了，我的心在滴血呀。你本该是含着金汤匙的小公主啊。小小，你妈被那个没出生的孩子冲昏了头。那我们怎么办？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注册一个账号，咱们开直播向网友求助，让全天下看看一个几十亿的富豪母亲抛弃自己的亲生女儿。好，我要让我妈知道，她这么对我是要付出代价的。大家好，我的母亲将我净身出户，为了彻底剥夺我的继承权。她今年已经48岁了，正通过医学技术强行怀2胎。天下怎么会有这么自私的人？周建业、林潇潇，你们以为网络是你们用来攻击我的武器，真是不好意思。你疯了吧？你让女儿住那种地，还有你都多大岁数了，跑去生2胎？你诚心让我在外面抬不起头是不是？林大志，嘴巴放干净点。林小小选择跟那个男人走的时候，就该想到有现在。至于我生2胎，你一个靠我赏饭吃的寄生虫，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你别忘了，顾氏集团当初也有我的一份功劳。你生的那个要是敢动小小的家产，我跟你没完。你的功劳早就变成你现在住的别墅和开的豪车了。至于林小小，你们林家要是心疼，你怎么不把她接回去养着？怎么不给她买大平层？顾总，大小姐那边的账号今晚8点正式开播，现在预约人数已经突破了50万，竞争对手都在等着看咱们集团的笑话，公关部已经准备好了。他们花了那么多精力把戏台子都搭好了，如果不让他们唱完，多可惜。你还要再给他们加把火，帮他们把热度炒得更高一点。我要让今晚全网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直播间里。那您的名誉？商场20年，我的名誉是靠一顿顿干净的饭，一个个合规拼出来的。不是靠几个小丑的眼泪就能抹黑的。宝宝，今晚妈妈就给你上一堂最生动的商业公关课。
顾总，公关部和法务部的人都在会议室待命了，网络风向对我们非常不利，好几个竞争品牌已经在暗中带节奏了。急什么？林小小和周建业以为这是他们的保护伞，却不知道这也是一把最利的剑，爬得越高，摔得越狠。这个道理，今晚我会亲自教给他们。来了来了，吃瓜第一线，这就是那个资产几十亿的女儿，怎么住这种破地方？资本家太狠了吧，对自己亲生女儿也下得去手。我叫林小小，我的母亲是顾氏餐饮集团的董事长顾海平，在外人眼里我是豪门千金，可谁能想到，在家里我不过是我母亲用来维持完美形象的工具，一个没有自由的傀儡。小小，别哭了，喝口水。如果因为我让你受了委屈，我宁愿主动离开你，回我的城中村去教书。不，建业，我不准你这么说。大家看到了吗？这就是我爱的男人，他到了现在还在为我着想。可我母亲呢？她得知我恋爱，不仅没有一句祝福，反而冻结了我所有的卡，收回了车子房子，把我彻底赶出了家门。这都不算什么，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为了惩罚我的不听话，他要在高龄生个二胎，把原本属于我的家产全留给那个还没出生的孩子。他根本不爱孩子，他只是想用这个二胎来恶心我。全网的家人们，你们评评理，天下怎么会有这么狠毒的母亲？今天喂个古诗残饮，老子记住这家店了。顾总，网上的舆论彻底爆了，咱们旗下的主打品牌官微已经被水军和网友攻陷了，再不公关就来不及了。周建业，这场戏你这个编剧兼导演确实演得有几分歪彩。小王，在，顾总，要发布查清声明吗？声明有什么用？网友只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戏码。陪你们玩了这么久，现在该我收网了。这状态说是35岁我都信，这也太有气质了吧！这气场直接把对面那个哭哭啼啼的大小姐秒成渣了。顾海平，你居然还敢连麦？我有什么不敢的？我不上来唱一出，岂不是辜负了你们的苦心？家人们，你们看到了吗？他到了现在还是这副用钱砸人的嘴脸。林小小，顾氏集团的每一分钱都是我顾海平合法劳动所得，只要我活着，这些资产就属于我个人，不叫你的家产，懂吗？顾总，我知道您嫌弃我，但您不该把对我的成见发泄在小小身上。建业，你别求他，他没有心。周先生，林小小刚才说你是一个两袖清风的清高文人，对小小绝不掺杂一丝利益。没错，天地可见。周建业，男，49岁，目前在册的银行卡共有4张，全部处于严重透支状态。顾海平，你调查建业，你这是侵犯隐私。别急，林潇潇，3天前你去典当的手镯钱已经全部被你爱的男人打进个人账户存死期了。你胡说！建业，这是真的吗？你跟我说那笔钱是拿去投资创业项目的。小小，你听我解释，这都是你妈伪造的。全网的观众以及我那执迷不悟的女儿，请你们看清楚这份文件，这是在林小潇离家出走后第3天，我亲自签署的顾氏家族特定信托基金协议。只要他年满30岁且单身，或者配偶资产与他对等，他每年可以无条件领取500万元的生活费。如果他能独立创业成功，这个信托将一次性向他注入5个亿的注资。林小小，妈妈设立这个信托就是为你兜底的，但前提是我的钱绝对不能便宜了那些别有用心之人。至于我生2胎，我作为这个集团的掌舵人，必须为我的企业、我的员工重新培养一个合格的、清醒的继承人。顾总，神了！咱们官方账号1分钟涨粉50万，而且咱们顾氏餐饮的几只概念股在盘前逆势上涨了3个点。城中村那边现在什么动静？连麦切断后不到2分钟，那边就彻底打起来了。整整5个亿！老子天天给你剥虾写诗，你现在告诉我1毛钱都拿不到了？没钱还想当我后妈？赶紧滚出我家！说不心疼是假的，
但这顿打他必须挨。妈，我知道错了。周建业他刚才把我所有的行李都扔出来了，我没有钱，手机也快没电了。你让司机来接我回家好不好？我再也不闹了。林小小，你把家当成什么了？酒店吗？你想为了男人决裂就决裂，现在挨了打就想回来继续当你的大小姐？妈，我是被他骗了，是他写了脚本逼我念的。想回这个家，可以。什么时候你把周建业这个烂摊子解决干净，什么时候用你自己的双手赚到第一块钱，你再来跟我谈母女情分。顾总，大小姐今天一早就在公司楼下花坛坐着了，冻了一夜，但是周建业还没放过她。这是他今天早上6点发到您邮箱的谈判信。他又做什么了？他说昨晚的直播是误会，他可以主动离开大小姐，但是您必须在1周内帮他偿还欠款，否则他就把和大小姐住在一起时被他偷偷拍下的照片公开。周建业，小刘，通知律师团队就位，另外让安保把林潇潇带上来。妈，周建业他要毁了我。林小小，我已经让律师处理了。妈，周建业说了，只要有人上门，他立刻把视频发到网上，那我这辈子就彻底毁了。妈，你那么有钱，70万不过是你一顿饭钱，你给他不就行了吗？一顿饭钱，林潇潇，到了现在你脑子里装的还是豆腐渣吗？要把整个顾氏集团送给他，你才甘心吗？顾总，需要大小姐下去做笔录，并提供手机作为物证。跟着去，这是你唯一能自救的机会。这都是我爸一个人干的，跟我没关系啊！你这个逆子！这件事过后，林小小也终于愿意沉下心历练。对不起，先生。顾总，大小姐已经连续3天没来打卡上班了，她租的单身公寓也已经搬空了。查，调公寓监控，看看是谁带走她的。顾总，周建业被放出来了。半个月前，大小姐瞒着我们的法务团队，悄悄去提交了一份谅解书。那70万只是情侣间的经济纠纷和玩笑，照片也是恋爱期间的正常拍摄，不追究任何责任。好一个情侣间的玩笑！是周建业的前妻和儿子跑到店门口当众求大小姐原谅，说周建业在里面快折磨死了。他们还带出来一封周建业在里面写的信。小小，我的挚爱，我故意要那70万，是想拿来当我们的创业资金，带你远走高飞。离开的每一夜，我都在念着你的名字，我的心永远属于你。虚伪的深情，继承权的竞争，再加上周建业前妻的挑唆，终于压垮了他的理智。他带着打工攒的几千块再次私奔了。他上赶着去当驴，谁也拉不住。小王，去取消林小小的信托签署资格，通知所有亲戚，谁敢私下资助他1毛钱，就是跟我顾海平过不去。就这点儿，林小小，你拿着4000块钱来糊弄我呢？你妈给你的特定信托基金呢？建业，你别生气嘛，我妈现在刚生了儿子，根本不会给我钱的。不过你放心，我这几个月在快餐店里已经把快餐店的全流程学会了。她不给我钱，我们自己创业，等我们做大做强，收购顾氏餐饮，让她来求我们。小小，既然你想创业，那咱们就开个店。创业就凭这个连账目都不会算的你，好啊，既然你想玩，那就用完你最后这点利用价值吧。哼，开店创业，干翻顾氏餐饮。林小小，你连最基础的财务报表都看不懂，周建业可不是省油的灯，别被吃的连骨头都不剩。顾总，城中那家专门做加盟骗局的，昨天跟大小姐签了合同。大小姐租下了咱们总店正对面那家转让的商铺，准备开一家主打高档轻食的新女性餐厅。她哪来的钱？
加盟费、设备费加上那条街的昂贵租金，少说也要70-80万。他卡里应该连700块都没有。他去找了其他偏门。大小姐在谈判时拍着桌子说，自己留着您的商业血脉，现在的决裂只是母女间的商业切磋，看在您的名号和地段上，人家让他签了合同。这份合同表面上是正常的，背地里却附加高额管理费，是专门用来诓骗无知的小白。周建业呢？他的军师当得怎么样？周建业简直快笑疯了，35万刚到账，他就转走了10万，转身给他儿子买了一台1万多的电脑。他天天在破出租屋里给大小姐洗脑，夸他是注定要超越母亲的商业奇人。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织梦空间轻食餐厅开业啦！健康美味等你来尝。顾海平，你看清楚了，没有你的钱，我一样可以成功。顾总，这家店为了跟咱们对标，开业当天搞全场3折，抢走了不少散客，咱们要不要也做个活动？告诉总店经理，正常营业1分钱的折扣也不许打。商业的本质是盈利，他以为抢走的是我的客流，实际上是加速他破产的催命阀。顾总，对面的好戏进入下半场了。周建业把收银系统的个人账户改了。不止，周建业前天晚上还哄骗大小姐在一份协议上签了字，所有债务由大小姐一人承担。他20分钟前开着电动车卷款溜了。还钱！老板出来还钱！今天不结账，谁也别想开门！你们干什么？别影响我店里的形象。建业呢？让周总出来给你们签字结账。你们那个周总20分钟前早就溜了，我们去银行查过了，里面的钱早被提得干干净净。你今天不拿钱出来，我就把你店里的设备全抬走抵债。建业不会骗我的。放开我！我是顾海平的女儿，我妈有的是钱。哈哈哈哈！你在这儿装什么豪门大小姐？还钱！林大小姐，5天后的第1期利息共计20万。今天你要么拿钱，要么就跟老哥走一趟。妈，救我！顾总，豪哥这个人手脚不干净，真的要让他把大小姐带走吗？带走？在我顾海平的地盘上动我的人，他还没那个牙口。小王，通知法务部和保镖团队，跟我下楼。都给我住手！哟，这不是顾总吗？今儿个是来给您这宝贝女儿平账的。妈，救我！建业把钱都拿走了，妈，我怕。我顾海平没生过连站都站不稳的软骨头。顾总，您想带人走，规矩总得全了吧？规矩？徐浩先生，2小时前你名下公司被合规性联合审查，你这份合同严重不合规。另外，现场所有监控已实时同步给专业部门。你现在带人走，我保证你今晚连晚饭都吃不上。顾海平，算你狠！我们走。各位的菜钱肉钱我替林潇潇给，但从今天起，林潇潇，这家餐厅归我顾海平所有。妈，谢谢你，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建业他一定是遇到了急事才关机的，等他回来了，我让他筹钱还给你。到现在，他的脑子里居然还在为那个老男人找借口。夜色温柔，确实是个筹钱的好地方。看看你那灵魂伴侣现在在什么地方筹钱？这颗葡萄就像你在我心中的样子，晶莹剔透。上车，带你亲自去看看，才能死心。你是深夜的红酒，
滋润了我荒芜的灵魂。哪里来的疯子？保安呢？赵姐，你别误会，这就是我前几天跟你提过的那个对我死缠烂打的女人，她天天缠着管我要分手费，我都说了跟我没关系了。说什么？你今天中午把10几万流水全转走了，我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你在这里给她剥葡萄，你还我的保时捷，你还我的5个亿！林小小，你在胡说什么呢？我什么都不知道。周先生，林潇潇开的那家店2小时前已抵押给了顾氏集团，你转移的是属于顾氏集团的资产。我的法务团队已经把证据链做好了，这次可没有第2个林潇潇来给你签谅解书了。海平妹子，谢了，姐差点被这个满嘴大道理的老男人给糊弄了。这些钱，老娘留着买排骨喂狗去。戏看完了，林小小走了。妈，我是不是天底下最蠢的人？我为了那么个人，对你做了那么多不好的事。现在看清楚了，还不算太晚。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今晚被粉碎的不只是他的恋爱脑，还有我这个商界精英成功母亲的虚荣。潇潇，你变成这样，很大一部分原因也在我身上。在你身上？你5岁那年，林大志出轨，我跟他离婚。那时候我满脑子都是怎么活下去，扛着2口大铁锅在街边炒快餐，一天只睡4个小时。我拼了命的赚钱，我以为给你住全城最大的房子就是对你最好的爱，但我忽略了一件事，你考了第1名，我只给你转钱；你生病住院，我只让秘书请最好的天护。你享受物质，但也极度渴望那种纯粹的陪伴，所以体贴的周建业一出现，你就以为那是至死不渝的爱情。其实你只是在寻找你缺失了23年爱和安全感。对不起，妈，是我太任性了，我天天跟你作对，你别不要我，我以后再也不依靠任何人了，我自己活。妈妈从没说过要放弃你，只要你愿意爬起来，我随时是你的后盾。妈，我不在别墅住了，这次我不当大小姐，我从最底层的洗碗工开始做起。什么时候我能闯出一片天地，什么时候我再回来见你和弟弟。动作这么慢，连个盘子都拿不稳，干不好就赶紧走。生活就像一把钝锤，在不断击碎他骄傲外壳的同时，也在为他重塑一身刀枪不入的骨血。洗碗的，你偷盗后厨名贵食材，这是开除通知和索赔信。大半年里，我跟着我妈见识过最顶级的商业公关，想把假账扣在我头上。老板，这是我最近利用空闲时间做的真实损耗统计。采购单写着每天购入野生石斑鱼50斤，但根据我洗的盘子和泔水里的鱼骨残渣对比，入库连20斤不到。主管和采购利用报件漏洞，每天将大批高档海鲜私下转卖中饱私囊。这里有清晰的账目流向和隔壁饭店收货的监控截图。从今天起，你们俩被开除了。人才啊！你开个价，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酒楼的后厨总管兼采购总监，月薪15000外加分红。谢谢老板。这款婴儿学步车的价格是3500，就这个了。给弟弟买的第1份100天礼物。下面让我们有请20号参赛选手小小鱼汤饭的创始人林小小。满嘴大数据概念的 PPT 看多了，这位怎么做的是路边摊的买卖？等等，这姑娘长得
跟顾氏餐饮的顾总怎么有点像啊？大家好，我是林小小。我的商业计划书没有宏大的展望，只有最真实的数据。过去几个月，我的外卖档口卖出36800份鱼汤饭，平均客单价15元，毛利率58%，复购率高达72%。很多人问我，一个20出头的女孩子为什么这么拼？为什么要抠这几毛钱的利润？因为在半年前，我还是一个无可救药的顶级恋爱脑。那时候的我为了一个满嘴谎言的离异老男人，伤害生我养我的母亲，直到最后，他转空了我的店铺流水，让我背上高额贷款。那一刻我才醒悟，脱掉我母亲给我的身份，我连底层的菜贩子都打不过。后来我隐姓埋名在海鲜酒楼洗盘子，用洗碗攒下的钱开了这家小小鱼汤饭。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来卖惨的，我是想告诉所有投资人，只要我这双手还在，在任何泥潭里我都能爬起来。我能成功，是因为我把食材损耗率精准控制到了0.3%。顾总，这位选手真是您的千金？是，不过准确的说，他现在是顾氏餐饮最强劲竞争对手，也是我顾海平这辈子最成功的投资。顾总，今天我的表现及格吗？刚炖好的花椒鸡汤，喝点，别把胃弄坏了。妈，对不起，这大半年在外面累得直不起腰时，我才明白，你一个人拼下这个集团到底付出了什么。是我太自私了，缺爱不是我伤害你的借口，是我自己太懦弱。姐姐，弟弟乖，以后姐姐赚了大钱，给你买全国最好玩的玩具，绝对不让你碰见任何不三不四的人。3年的时间，他的小小鱼汤饭在全国开出了整整200家连锁店，他没有动用我1分钱，全靠自己，最终完成了对顾氏旗下快餐店的逆向收购。他举手投足间，全是我当年的影子。妈，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商业合作伙伴及未婚夫陆恒，我们已经做好了婚前财产公证。妈，这次我的眼光怎么样？顾阿姨您好，久仰大名。陆先生，我这个女儿在泥潭里爬过，也在顶峰站过，她不需要任何人给她遮风挡雨，但如果你能陪着她一起往前走，我这个当妈的鼎力支持。在这一刻，我们俩终于迎来了最完美的和解与新生，因为我们都在各自的顶峰活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